将白宫的人都喷了一遍。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惊现核弹级访谈，连特朗普也不例外。这可让外界都来了兴趣，因为苏西威尔斯向来以极度自律和沉默著称，竟然会在采访中说出如此具有攻击性的话，实在让人惊讶。他将特朗普描述为具有酒鬼人格的控制狂，将副总统万斯贬斥为投机的阴谋论者，将马斯克描绘为受药物影响的怪人，并对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处理爱泼斯坦档案的无能表示了极度蔑视。这些话句句都是炸弹。有人说这是苏西威尔斯准备不干了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公关灾难，但要说这个事是苏西威尔斯要离开白宫，别逗了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威尔斯的地位极高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他是佛罗里达政坛的幸存者，是把特朗普从海湖庄园的流放地拉回椭圆形办公室的总军师，是唯一一个能让特朗普言听计从的女人。他会不知道这些话说出去的后果吗？他接受了整整11次采访，跨度长达1年，这哪里是偶然誓言，这分明是有预谋的持续性输出。如果要说反常，我更加倾向于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刻意为之，是一次对白宫内部山头林立现状进行的定点爆破。但为什么现在被爆出来，可能也是提前计划好的，因为现在正好是特朗普重返白宫1周年的关键时刻。威尔斯深知，随着特朗普执政进入第2年，中期选举的压力将至，内部的权力斗争将更加白热化。通过在此时引爆舆论，或许是他自己在测试特朗普对他的依赖底线，又或许是在替特朗普测探白宫内部的矛盾有多深。虽然苏西在事后发声明说，这是一篇断章取义的抹黑文章，但请注意一个细节，他没有否认任何具体细节或文字描述。此次访谈中最震撼的，莫过于威尔斯称特朗普具有酒鬼的人格，这对于一位以不喝酒自居的总统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侮辱。要知道，特朗普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他滴酒不沾，因为他的哥哥弗雷德·特朗普死于酗酒并发症，这给特朗普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但诡异的是特朗普的反应，按照平时谁敢说他是酒鬼人格，第2天估计就得卷铺盖滚蛋，社媒上还得被喷成筛子。结果呢，特朗普不仅没生气，还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乐呵呵地说，他说的对，虽然我不喝酒，但我确实有那种强迫性和成瘾性的人格，这是非常占有欲强的人格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特朗普和威尔斯之间有一种超越普通雇佣关系的默契，这种默契建立在对人性阴暗面的共同理解上。威尔斯懂特朗普的病，而特朗普享受这种被懂的感觉，甚至说他更加欣赏威尔斯了。说到白宫内斗，威尔斯在访谈中对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，揭示了白宫内部关于2028年大选的残酷暗战。威尔斯对万斯的评价简直是轻蔑，他称万斯10年来一直是个阴谋论者，并指出他从永不追随特朗普到MAGA信徒的转变完全是政治算计。这句话直接撕开了MAGA内部的裂痕。万斯是副总统，是特朗普名义上的接班人，按照常理，幕僚长应该维护副总统的形象，但威尔斯不仅没维护，反而泼了一盆脏水。为什么？因为万斯代表了共和党内的一股新势力，新右翼，也可以将其称作美国科技右翼。这股势力由彼得·蒂尔资助，马斯克站台，主张彻底摧毁现有的行政国家，走极右翼民粹路线。他们年轻、激进，且对威尔斯代表的传统建制派极其不屑，所以威尔斯非常警惕。而对卢比奥就不一样，威尔斯是佛罗里达帮的大姐大，他曾长期在佛罗里达运作，帮助德桑蒂斯和特朗普赢下佛州。卢比奥是他的老熟人，在路线之争上，卢比奥代表的是一种更传统的鹰派外交和公司主义经济路线，这与万斯那种孤立主义，甚至带有反大公司色彩的民粹主义截然不同。苏西此举或是在压制万斯，给2028年大选提前埋雷。但万斯的反应也很有意思，他笑着说，有时候我确实是阴谋论者，但我只相信真的那些。这笑声背后估计是一身冷汗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苏西还在白宫1天，他这个太子就别想坐稳。威尔斯在访谈中通过贬低万斯，客观上是在为卢比奥或其他更传统的共和党人清理跑道，但这场访谈实际上是2028年共和党初选的第一声枪响。在访谈中，威尔斯对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的攻击同样毫不留情。威尔斯称邦迪在处理爱泼斯坦档案时完全搞砸了，并嘲讽他给了网红们没料的文件夹。这一段看起来是在批评邦迪无能，实际上是一场精妙的预期管理。MAGA基本盘大多对爱泼斯坦档案抱有极高的期望，坚信其中包含能摧毁民主党的重磅黑料。然而，邦迪作为司法部长，面临着法律程序和档案实际内容的双重约束。在他们眼里，这份名单是秘密武器，一旦公布，克林顿、奥巴马、比尔盖茨等人都会身败名裂。但苏西和邦迪作为白宫核心圈层，他们大概率是早就看过那些档案了，公开与否或者公开多少内容，肯定都是白宫早就商议好的。既然如此，又怎么能全怪司法部？但威尔斯这么做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可以通过指责邦迪无能，把锅甩给司法部，来掩盖特朗普的过失。威尔斯还索性在访谈中主动承认，特朗普在档案里且上过飞机，但强调没做坏事，这是经典的危机公关，由自己人先引爆这个事实，将其定义为无害的社交往来，从而减少对手未来利用这一信息进行攻击的力度。所以你看，邦迪虽然挨了顿批，但他默默吞下了这份委屈，而且还发布声明表达了对威尔斯及其工作的支持，并在声明中强调，任何分裂本届政府的企图都会失败，并赞扬威尔斯是杰出的幕僚长。这摆明了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。对于离开白宫核心圈的马斯克，威尔斯也是丝毫不给面子，但从言语中
可以看出他对马斯克的描述是实打实的不满。他在采访中不仅说马斯克是怪胎和吸食 K 粉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对马斯克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为表示惊恐，并称没有理性的人才会这么做。威尔斯甚至暗示，马斯克那些激进的改革建议可能并非基于理性分析，而是药物诱导的幻觉或躁狂。为什么威尔斯会对马斯克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耿耿于怀？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软实力的核心工具，负责全球720亿美元的援助项目，涉及艾滋病防治、人道主义救援等。威尔斯作为白宫幕僚长，深知这些工具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价值，你把它拆了，美国怎么在非洲跟其他国家抢地盘，怎么在南美维持影响力？马斯克的推土机式改革虽然满足了民粹主义对省钱的渴望，却实际上肢解了美国的外交触角。苏西之所以感到惊恐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爱这个机构的同僚，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流失。如果说内政充满了勾心斗角，那么威尔斯在访谈中披露的外交政策则充满了火药味。威尔斯透露，特朗普希望继续轰炸委内瑞拉沿海的所谓毒品船，直到马杜罗投降。然而，当你看到美国区区禁毒却要把航母派去加勒比海域，就应该知道这是没表面那么简单。美国政府，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，总是宣传说委内瑞拉是毒品中转站，所以要派军舰去禁毒。但很多数据都显示，绝大多数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和可卡因走的根本不是委内瑞拉海域，而是通过墨西哥或者太平洋航线。既然不是为了毒品，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去炸船，甚至不惜违反国际法？答案只有一个字，有。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，但在美国的制裁下，马杜罗政权只能依赖那些关闭了应答器，甚至伪装成其他船只的油轮将石油走私出口。美国表面在炸毒船，实际上是一种非宣战状态下的海上封锁，通过军事行动制造危险氛围，让那些愿意帮马杜罗运油的船东不敢接单。只要切断了这笔收入，马杜罗政权就会面临外汇枯竭，甚至崩溃，直至投降。为什么说美国是为了石油？有个真实事件可以聊一下。就在特朗普政府高喊制裁，甚至动手炸船的时候，有一家美国公司却在委内瑞拉活得好好的，甚至生意越做越大。这家公司就是美国的能源巨头雪佛龙。据报道，特朗普政府在12月11日刚刚续签了雪佛龙在委内瑞拉继续开采石油的许可证。该许可证允许雪佛龙公司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成立4家合资企业，作为对该国长期石油制裁的例外。现在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都因为制裁不敢大规模投资或运油，委内瑞拉因为被封锁，唯一的合法收入来源就是跟雪佛龙合作，所以雪佛龙这时进入可以获得极大的议价权，以极低的成本获取原油。2025年，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石油量开始回升，主要就是雪佛龙贡献的。现在雪佛龙每天要运送约6万桶原油回美国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利益闭环。特朗普通过炸船切断委内瑞拉走私油的收入，通过制造紧张局势推高全球油价预期，然后只保留雪佛龙这一个出气孔垄断。马杜罗为了生存，只能增加对雪佛龙和美国的依赖。所以苏西说特朗普要炸到马杜罗举白旗，绝不仅仅是想换个总统，更是要马杜罗彻底接受美国的石油美元定价权，切断与他国的深层能源绑定。这是一场不需要国会批准的战争，而苏西在采访里把他公开说了出来，这本身就是对马杜罗的最后通牒。舆论中关于威尔斯即将辞职的猜测几乎不成立，他不仅不会辞职，反而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。正如前面所述，特朗普对酒鬼人格的认同，证明他离不开威尔斯这位心理医生。在如今白宫山头林立的混乱局面下，威尔斯的存在是特朗普政府不至于彻底崩塌的最后一道防线。2025年12月17日，关于苏西威尔斯的这场舆论风暴，可能会成为特朗普第2任期的分水岭，它标志着白宫内部权力结构的公开重组。苏西威尔斯没有自爆，他只是引爆了一颗信号弹，照亮了暗流涌动的白宫。